前卖得掉，你怎么不说德国产能过剩？不是吗？日本也是啊，日本以前的车也卖给全世界啊，你怎么不去说产能过剩？那现在日本的车也开始卖不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叫中国产能过剩，这逻辑根本就双标嘛。那你要不要说美国的大豆产能过剩？哦，它是真的产能过剩，而且还没有美国人买家。没有吃豆腐不喝豆浆叫你专门种大豆要卖给中国，这典型的产能过剩，对不对？莫名其妙嘛。但这样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从川普的嘴巴里头听到啊，说习近平大概是9月的时候会来到华府。好，但现在美国也有人想要到中国大陆去，哇！但是好像吃了闭门羹呢。这人是谁呢？他是五角大厦负责政策事务的高官，好，那当然就是国防部的次长，叫做柯博吉。好，有人说啊，他这数月来一直试图争取获得中国政府访华的邀请，甚至请美国战争部官员在跟中国对应方的会晤当中要提出这个请求，但是到现在努力都没有成功。好，这位国防部的次长啊，过去其实曾经开呛过中国，结果今天怎么突然改变了？我都要求要做客呢？知情人士说，柯博吉因为他现在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到中国的国防大学来演讲，而且他只要一开会就要求所有的人帮忙推动这件事情，他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那另外一位知情人士说，柯博吉急着到北京是希望说明美中关系的国防政策优先事项。那柯博吉认为这是他持续将政策聚焦在中国工作之一，那其中也包含继续支持与中国解放军的对话所以他肩负着重任不得不去中国，即使他之前曾经呛瞎过中国，这一次也要弯下身段来恳求露出恳切的眼神但目前看起来还是没有结果啦，我们再持续为大家关注。好，但我们看到的是《经济学人》现在也呛瞎中国说不为产能过剩道歉，但是中国大陆媒体认为一起发神经行不行？好，我们看到这是英国的《经济学人》称大陆不会产能过剩的问题来进行道歉。好，但《环球时报》就回呛说所谓的产能过剩不过是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工具，说西方沉溺于昔日霸权荣光，无法回答大陆产能若真有害，为何仍能赢得全球消费者跟企业的青睐？他说这个问题你们都没有办法回答，那要求中国大陆道歉的幻想根本是歇斯底里的发作。好，那环时也特别说，对美的制裁当中来的打手帮凶不必客气，而且中方的反制势必会更加这个强硬，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他们的环球网的社评。好，那环球时报在5号刊登了这一篇之后，他们中方说这次对于美国反制聚焦是更直接损害中国权益的相关实体，那既克制又有针对性。那如果美方再推新的限制，中方的反制必定会更加的强硬。那现在美中之间我们都说看起来就是 G2 嘛，川普也自己讲，那美中的飞机也是一个比较的关键因为我觉得 G2 的这个氛围起来之后，大家就会开始比较。那我们就来看到波音737 MAX 现在呢发现它又出事了。好，我们看到这是 FAA 的警告，说部分的客机机身被发现存在着裂痕。那如果没有及时发现这些损伤就会削弱飞机的结构性完整。好，但这一架飞机还发现3天前曾经获准来飞行，结果马上被打脸了。这是会存在非常严重的飞安问题。我们之前曾经就有发生过空难，是因为它的飞机里头有一些裂痕的存在。那当然美国的 FAA 现在下令要查471架要以测安全。那说延期7年之后，现在波音737 MAX 7终于获得美国的批准，投入了飞行。好，那 FAA 今天宣布说，美国的737这个波音 MAX
7客机完成了认证。好，那这项认证距离这个机型首次的试飞已经超过了8年。那这也是波音2018跟2019年发生2起致命空难之后，首款完成认证的飞机。那我们当然就要比较中国大陆啊，因为他们的国产飞机也是集体直追，包含了 C919 高原型首飞成功，西藏航空40架订单到手，说国产的心脏还在赶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4跑道就有一架这 C919 的高原型客机腾空而起，飞行1个小时59分钟。完成了全面试飞的科目，而且平稳返航着陆。那这一款专为高海拔复杂空域定制的研发延伸机型，预计2028年前后会投入这个商业的运营。那中国大陆拥有25座高原机场，那数十年来高原干线运力几乎都是全仰赖空巴 A319、波音737、700等进口机型。那我们知道空巴 A319 因为全球的订单不足，有评估要停产。那波音737 MAX 7亦还没有取得中国大陆高原的运行资质，所以实质退出了赛道。所以未来中国大陆的国内航司要选择的就是会持续缩减。现在 C919 出现之后，正好补了这个缺口。那当然大家就会看到美中之间的飞机现在看起来也是高下立判。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这位柯博吉他目前是管理这个国防部政策的美国国防部次长他想去中国大陆。好，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事情蛮怪的啦。如果是海格赛斯这样要求说要见董军啊干嘛，还可以理解。你是次长中国大陆为什么很难安排啦？有2个原因啊。第一个是中国没有次长没有一个对等的位置，没有国防次长所以到底要找谁接待你啊？那你凭什么到国防大学演讲你是谁啊？好像你是自视甚高，你有一套战略理论要来，可能美国人认为告诉中国大陆。本来写过一本书啦而且这件事我猜啦，他应该跟海格赛斯有打过招呼，不然这样实在是太僭越了他大概跟他讲说，我比你内行所以我去说服他们。海格赛斯你不太懂，他可能不会像我这样讲。不过意思就是这样，他会讲好听的话，就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写过这个书嘛，我去跟他们对话，我认为他是受到压力了，就是那个军售台湾的议题，因为你毕竟在国防部，你不是白宫所以建制派一定给他压力然后他就想说异想天开了，就说让我去大陆一趟，我来说服他们因为他的优先是说。美国不要跟中国开战嘛？他在上任的时候，那个参议院的那个却同意的听证会，他就当场讲，所以美国最大的利益就是能够威慑中国，然后不要跟中国开战他讲了一套东西啦，这样可是写来一点用都没有第二个，这个经济学人真的很奇怪那我请问你德国的车为什么可以卖全世界那现在德国的车卖不掉，所以就叫中国产能过剩。那之前卖得掉，你怎么不说德国产能过剩？不是吗？日本也是日本以前的车也卖给全世界你怎么不去说产能过剩？那现在日本的车也开始卖不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叫中国产能过剩。这逻辑根本就双标嘛！那你要不要说美国的大豆产能过剩？它是真的产能过剩，而且还没有美国人买家。没有吃豆腐不喝豆浆叫你专门种大豆要卖给中国，这典型的产能过剩，对不对？莫名其妙嘛，还好意思叫经济学人，丢脸丢到家。好，那当然我们问介大使怎么看？这个柯博吉他就是一个研究人员出身，学者是不是？也可以说学者吧。不过他这种学者不是在大学里面那种这些
钻研学术的，他都是在这些智库里面。他原来是在这个兰德公司。兰德公司它比较像是一个政策一个建议单位啊，所以他是很想参与实际政治的。那他也投靠过不少人，他投靠过这些小布希什么的哈。后来听说他有老板，后面有赏识他的。他的真正的政治盟友有2个人，一个就是谁的？一个是这个川普的大儿子小唐纳，他令他这个跟他沾上了关系。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范斯范斯副总统，所以他的后台是这一些。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在为他的未来进军战争部长已经在铺垫他的怎么样？铺垫他的这个战争部长之路。当然了，就是说 Hexas 不见得会下台，下台后也不见得是他上去。因为 Hexas 显然是川普钦定的，他欣赏 Hexas 因为当时在福斯新闻表现得非常怎么样亲川普，所以川普喜欢他，所以就把 Hexas 弄出来。可是川普只剩下2年的任期将来如果范斯要出来选举的话，那选上的话，那这个柯博基就有机会了。他已经这种政治是走你知道走派系的，他已经在，谁的人马，所以他现在可是他问题就出来，他就说他的没有什么战功，过去的这个他的那个赫格塞斯也没战功啊，赫格塞斯，可是所以他就需要人可是他现在有这个位置是福斯的主持人这是什么战功？那一轮也可以当国防部长，这他是独当一面，这个 Hexas 应该算是有独当一面有自己的这个发言的空间嘛。那你这说实在，任何机关行政机关只要是副的，基本上就是可有可无。对，那机关如果人是去听副的话，那个人一定脑袋坏了，绝对是听正的。所以这种行政机构有副的呢，就天天想办法要找下一步要不然就把正的干掉，要不然就正的下台就有他。所以他现在就在为自己造势，去中国大陆我去过中国大陆演讲战争学院所以他就积极的不得了，很符合美国这些挟着自己一点点学历背景在官场上往上爬的这个作风，这就是典型的作风。对，这是美国人典型作风。不过时事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中国大陆正在崛起，他还是用这样子的观点去做。中国大陆人怎么会觉得大陆不上当？对啊。我跟你讲，因为最近有一个委员会去大陆，里面包括薛瑞佛，薛瑞佛更鹰派，他就想薛瑞佛可以去，我当然可以去，对不对？帅将军，我看康伯吉的问题是哪里呢？因为美国唯一的敌人现在就是中国，你又是国防部的次长，对不对？那你要没有一点声量，没有一点作为，那你这个位置怎么干下去？最近那个国防部长被川普骂得跟臭头，就是弹药的部分，他这个时候他也看准中国大陆并不想跟美国开战，你听懂了吧？他看得出来。所以他说我这个时候跑去跟中国大陆谈谈这个和平不脱钩的做法，我可能变成 somebody。比 Texas 对中国问题没有看法，他自视甚高。他自己认为他在兰德做完对战略是有看法的，所以他急的要求表现，要不然他不是尸位素餐在这里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第二个生产过程我就想笑了。Airbus 跟波音，你当年不是生产过程全世界卖嘛？对，这个刚刚郭正亮已经讲了，我就不讲了。问题出在哪里？你这次试飞的发这个航行执照的是摆在那里的飞机，假如这个飞机已经在天上飞了20年，出现裂纹，不稀奇，金属疲劳，对不对？你这个是做好了没卖的飞机都有裂纹，那是不是生产的问题出来了？那这个飞机还能卖吗？对。你制造的时候就出了裂纹，你说跟我用了20-30年的飞机裂了，那我没意见对不对？你只要维修检查的清楚，这个能原谅吗？可见你波音堕落到什么程度？天上的飞机连门会被吹掉，乘客差点被吸出窗外，旁边老婆抱着他再把他拉回来。对，这种事层出不穷是窗子飞出去，所以这个问题西方的这些当年骄傲惯了，你知道吧？
今天看了中国做起什么都不是味道，自己双标，对不对？你生产过剩，你今天好意思讲人家生产过剩？我不生产过剩，我怎么外销吧？我的天哪，生吃都不够，我还卖了外卖，所以这个东西去谴责人家啊，真的很无不厚道聊，了很无聊嘛，你这说不过去啊。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中东现在是不是因为美伊战火呢出现了一些危机？好，我们看到了沙国啊，他现在示警说他们恐怕会遭到南北的夹击，那能源的设施，那现在有情报指说伊朗支持武装酝酿同步攻击。好，这是他们的高层官员说啊，沙国的王国正面临来自北方的伊拉克民兵，还有南方的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同步来发动攻击的威胁。那根据沙国、美国跟其他区域国家的情报，相关的行动据称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协调，潜在的攻击目标包含了是能源设施、港口、机场等民用，还有基础的这个经济建设的部分。好，那川普说啊，用油价要涨了暗示来对伊朗再开火。那沙国就祭出了美债制裁威胁，开打就抛售。好，我们先看到川普怎么说啊？他说，如果局势恶化，我们可能不得不再次的提高油价。好，油价上涨呢，就会带来连锁的后果，但是美方仍然希望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好，但我看沙国已经按耐不住了你每次又要打又要他口所以现在沙国对美国看起来也是蛮不满不忍了。好，那伊朗的情报部门也宣布说逮捕了21名摩萨德的特工，这是伊朗克尔曼省的情报总局。好，之前展开了一系列活动跟行动，在该省逮捕了21名以色列情报跟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特工，还有4名的武装团伙有关的人员。好，那现在也看到了说川普说可能是洗脸自己吗？因为他不就驳斥说美国的军火短缺，那他就有呛瞎说啊，这个叛国泄密者要送到监狱。他是特别在说啊，美国还是拥有大量的军火储备说谈判上面也是进展顺利，说很快就能结束战争。但他又讲了一句说要把泄露消息的叛徒送进监狱。好，但我们看到啊，川普的预言跟伊朗战争将结束，但坦言美国部分的武器库存仍然相当的吃紧。好，所以你看到他又讲说啊，我们拥有某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他们的供应量几乎是无限的，但有一些其他型号的弹药目前供应确实稍微吃紧一点。好，所以如果川普说要把叛国泄密者送进监狱啊，你自己也特别讲到有一些型号的弹药也稍微吃紧一点。那你自己是不是泄密者？要把自己送到监狱去吗？好，那当然就看到他每次讲话也是这样子反反复复前几天刚刚将军也讲了，还讲到赫格塞斯嘛他说赫格塞斯诓他啦。那我们也看到伊朗摊牌核武赛局引爆，现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这位叫做瓦西迪他说什么呢？只要美国跟以色列拥有核武，为了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就会继续那方面的工作，也就是核武的工作。好，如果他们解除核武，我们就会解除核武。好，就是对等的概念呐。那中国现在从少数的核威慑变成核武常备大国，说美国也在研拟机密的核战略来进行应对。说过去20年来中国已经将他们的区域弹道飞弹的力量从传统的少数核威慑转型成全球规模最大且具多项性的核常兼备弹药飞弹部队，好，全面的强化其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战略。好，那五角大厦也传出正在拟定一些机密的核战略，希望能够加大战术核武的部署比重来进行抗衡。好，所以还是看到美中之间的博弈在各方面都在展现。好，但问题是中东的区域局势看起来又更复杂了一些。那现在如果从北方跟南方都有一些威胁是对于沙国的话，那会不会又产生另外一个战场？我们问亮哥怎么看？因为沙特阿拉伯现在正受胡塞武装实际的威胁嘛，威胁他的油轮嘛所以他本来就很不爽因为只要伊朗这边停战，胡塞武装就没有理由打了嘛所以他事实上是直接的受害者
而且他这个主张也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啦，因为曼德海峡再进去是红海，再上去是苏伊士运河，等于地中海的贸易会受影响，连中国都受影响，所以他那个13个国家组一个海上的防卫联盟嘛，吉布地有参加哦，吉布地有中国的海军呢。哦，所以我跟你讲啊，它背后是有力量的啦，那里面还有包括巴基斯坦，对，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川普现在有点卡住了，因为沙特阿拉伯就代表阿拉伯大部分的国家的老大嘛，如果你硬要打，那我不陪你玩啊，就这个意思嘛。集体出走。他还说要卖美债，对不对？对啊，其实他美债没有很多啦，大概1400亿啊，不过那个就是做一个姿态啦啊。我觉得伊朗这个才是大新闻呐，伊朗的这个摩萨德吗？不是，就是伊朗的这个总司令啊，哦，这个第一次讲这么大白话。对，所以你要我不发展核武，除非美国跟以色列都不要发展核武，那这个意思就是我要发展。哦，这个讲得很白哎，势必你这个核浓缩铀就没有办法谈啊。那怎么停战？对吧？因为一个赫姆兹海峡嘛，好一个核浓缩铀的。赫姆兹海峡现在伊朗跟阿曼在谈啊，美国也不会接受了。你怎么可以把阿联酋跳过去啊？所以现在川普很头大，因为他找不到停战的理由。赫姆兹海峡也没解，然后那个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说，核武就看着办吧。这样怎么停战？所以为什么最近油又开始涨，就是这样啊？就是双方都把底牌翻了底牌啊。那川普讲什么？川普说啊，你如果再不上谈判桌跟我谈，我要斩首。有人这样谈判的，有人这样谈判的，就是你不妥协，我就杀了你，不是这意思吗？我觉得什么话都已经讲过头了啦。那伊朗如果把核武讲到这个程度，那真的就不用谈了啦。基本上就是没有和平协议了，这个叫僵持状态。那亮哥，你觉得未来的走向呢？因为既然不太可能会有走向，就是僵持到11月选完之后，美国继续打。哦，因为美国还可以打1年，因为总统大选要2028年初才会开始。还要再继续下去，所以明年有1整年可以打。那全球的能源危机可能又要浮现了。好，我们问帅将军怎么看？首先讲这个沙乌地啊，它的油在霍姆兹海峡受阻了嘛，它必须走红海这边走。红海北边伊拉克的民兵跟南边的也门嘛，你知道沙乌地虽然看起来很有钱啊，但是油一桶卖不出去，它内部的开销你知道是2种啊，一种是王室的开销很大，对，那个钱不会拿来救国家的，那是王室的，所以他当然很急啊，对不对？那他又是中东的领头羊，所以他抛出来，你美国再不想办法停战的话，我就抛美债。虽然它美债不是很大，但是会引起群体效应的。对，很多科威特都有，整个国家都拿卖油赚的钱去买美债，那美债一搞垮了。第二个，川普现在实在是下不了台，他的武器弹药，所谓爱国者之类的，上次我已经看过，他的总存量跟他现有的量，现有的量不代表在战场上的量，他美国本土也要防卫啊，欧洲也有啊，那所以在战场上能用的武器不多，再打。就是说，刚刚亮哥讲的，再打1年了，那也是点点滴滴了，没有决定性的效果。零星的就表示这么僵下去，但是耗材耗的你受不了啊！美国的弹药安全储备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应付另外一场战争的来临了。这个是所有国家安全的人是不容许这种事情的。第三个，这个革命卫队讲的大白话，你以色列的核武不取消，我怎么能取消？所以你看，当年毛泽东说“穷的不要裤子，他也要核子啊”。这是小国家、弱势国家唯一自保的。
那现在美国也觉得说，川普讲那句话，我拥有威力强大的弹药，那只是美国的核子武器的材料，但是你敢不敢用，这是个问题啊。那现在为什么要把战术性核武往前摆？因为美国的战略核武是靠民兵飞弹，那个飞弹已经很老旧了，它并没有像中国有超高音速变轨的飞弹，所以它在这方面数量多，但是不占优势。老共虽然数量不大，但是穿透力强，所以这造成一个 balance。那美国要想争取一点回来，就要往战术性的核武往前步，因为中国大陆有海上打的、陆上打的、船上打的、潜舰打的，各式各样的洲际飞弹都涵盖你美国，所以他就要争取一点面子回来。那个最有可能就是你在韩国、在日本，你部署战术性核武吗？你要部署的话，那中国的反应更大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都是嘴巴说了。最让人好笑的就是，川普在国安会议上发飙了。国防部长也挨骂，情报署长也挨骂，你们当初提供了什么判断，让我去出手，搞得现在骑虎难下。最糗的一招什么？国防部下命众将官可有良策，有没有办法？你这些高级将领都没办法。你要下级单位给你提办法，那已经叫做4个字：黔驴技穷了，是拿不出招数来了嘛。所以你再发动比2次大战更重大的。2次大战重大的就是诺曼底登陆嘛，你要用几十万部队登陆，美国现在有能力登陆吗？你玩来玩去就是海湾国家那个几个20个驻地里面加起来不到5万人嘛，那这个5万人您对伊朗发起重大的攻击吗？都是问题嘛。你要说发生重大攻击，我就要看你美国有没有把National Guard动员出来，几十万人动员出来。你打伊拉克的动员了50几万了，你打伊朗你要动员多少？不可能嘛！所以我们内行人听你那里吹牛吧，吹吧，你唯一的招数就是学莫迪了，输了还要讲赢就可以了。不过这个赫格塞斯被骂这件事情哦，很可以看到，就是川普现在也真的没招，他必须找个战犯出来哈，对啊，数落一下，都是你害的啦哈，有没有像跟他醒？小孩子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反恐的情报组长自己主动辞职啊！哦，他不干了，不干了。对啊，不干的人最大。我懂的是你不用，是，对不对？我懂内行的你不用，你就让赫格塞斯在250的那里搞。是啊，赫格塞斯也在军中制造蛮多仇恨的哦。好，接大使怎么看？川普呢，大概就是说，昨天他出了一个长文，就讲这个 Hexas 的问题啊。他当然说他跟 Hexas 的这个关系很好 ，Hexas 表现得不错。那 Washington Post 啊是假新闻，他说这种报道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新闻？是属于叛国性质的，你知道，就挑拨他跟 Hexas 的情感嘛。不过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他出来讲这话就变成怎么样？他抓叛国者，对不对？那叛国者，而且他说是什么？泄露机密。可见这件事情是有这件事啊，要不然算什么机密？不然怎么会是机密呢？对不对？他不打自招啊，而且叛国者基本上应该是指白宫内部的吧，所以我觉得他一定在内部搞这个保防哈，现在在查到底是谁把这些讯息、开会的内情、机密传出去的，因为这个讲的说，在这个什么是大卫营什么什么都有地点啊，有人有剧情，对，所以川普我觉得现在大家在内部在彻查，可是他口头他一定要否认。可是这些话就是说这个将叛国泄密者送进监狱，对不对？那要送监狱，他先要查叛国的话，那一定是美国人啊。你如果说是以色列间谍或者沙乌地这，那不算叛国，人家是什么？人家是刺探军情，所以一定是美国人。那谁有能力泄露这种内部的讯息？一定在内部，他可能他有这个有第一手的观察，或者他听到内部传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川普讲了一大堆，不如他这几句话就把怎么样真相和盘托出了。确实，这个有这个秘密，这件事是秘密，外面不该知道的。然后有人把它传出去了，我现在要把这些人怎么样，要把他抓出来送进监狱。
所以呢，这个川普都是不打自招，欲盖弥彰啦，哈，都是欲盖弥彰。要抓的就是深层组织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对，这些人还在白宫，而且这些人会越来越多。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个说沙特说哈，可能这些会攻击他，我觉得这些可能是一种散播假新闻。而且我怕将来沙特被攻击的时候啊，他有点可能是假旗行动哦，可能不是伊朗打的，反诬赖伊朗，可能有人打的。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现在对沙特的攻击都还停留在比较表面性质的，而且是警告性的。然后呢，从伊朗的战略利益来讲呢，绝对不希望惹毛沙特，把沙特怎么样拖进这场战争。所以呢，现在谁最希望把沙特拖进这场战争呢？以色列，甚至美国一些鹰派。所以呢，我认为将来如果沙特有一天被打的时候啊，好，观众朋友，我们看到现在是汉光演习哦，已经进入到第2天。好，那不过应该是第3天哦，不好意思。好，那当然因为呢，赖总统昨天的行程哦，也引发大家关注，也就是他到了新北巴黎来视导汉光42号演习。那实地了解的是巴黎守备区部队执行战力防护跟兵力保存，以及战场的应变作为。好，那我们之前不是也讲到说，这个赖总统有万军演习哦，那这个万军演习现在有一些画面也曝光了，这个是总统府的画面。好，那他就看到啦，赖总统哦，这个头戴钢盔又身穿防弹衣哦，那这个应该是在衡山指挥所啦哦，但是很奇怪，国防部长顾立雄只穿白衬衫没戴钢盔，那当然就有人质疑说啊，这到底是不是演习啊？照来说应该是大家都全副武装才对齁，所以有人还是觉得难道是在作秀吗？那我有看到另外一种说法是啊，会不会顾立雄早就在指挥所里面等待总统了哦，所以他没有穿着全副武装。好，但不管如何，我们看到网友一些论点呢，是认为说啊，懂什么哦？我们国防部长是练过铁头功的，还有说啊，当到国防部长不知演习期间除了洗澡睡觉以外，钢盔都要戴头上吗？好，这就要来询问我们等一下在场的来宾哦，因为一轮没当过兵。那我们也看到啊，这个韧性的城镇作战演习哦，在今天南部就登场了。好，那当然现在沈伯洋对于城市韧性是非常有感。好，那韧性代表什么呢？他说啊，相信只要把韧性城市建造起来，市府的责任就是要把平台搭建起来，即使遇到报道所言，或是不管何等灾难，台北市都有办法挺得住。好，伯洋体又出现了齁，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台北市没问题啦，韧性代表什么？好，就是要盯住等待外援吗？那这样不是起很悲惨？好，那网络上的网友说啊，韧性就等于什么？等于 A 钱。好，有人也觉得是捞钱的代名词，甚至说啊，关键字出来了又要骗钱。好，所以原来韧性在一般民众、年轻人的思考里头，跟钱很有关系这可能跟民进党原本思考的是不同款的好，那内政部现在啊，竟然还印了大局书花了605万。好，大局书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比我们之前拿的小局书再大一点点啊，印了10万本。好，那当然刘世芳引以为傲，你看他拿得多开心啊！将引导社区组成自主防灾队，建构更完整的社区防护网，好，落实赖总统说的全社会防卫韧性，还有人人懂灾防、社区能自救的目标，来共筑这个韧性安全的家园。好，我就问讲一个韧性，还有拿个大局书，大家就能够人人懂灾防、社区能自救吗？那不好意思，一轮也看过小局书，我还是没有这么懂因为毕竟没有实际演练过。好，那一轮还要问大家，记得这个吗？小局书，这个才是小局书，他手上是大局书。这本小局书大家到底放哪里了呢？一轮刚刚也被制作人问到说啊，你拿一个小局书上节目吧。我找了10分钟有电子版啊，有电子，对，有电子版，我有下载。但一轮就是有拿到小局书嘛，这在我手上，我找了10分钟才找到小局书，所以如果真的采访来的时候，一轮可能也想不到要拿小局书啦那网络上的大家也问说啊，小局书各位现在你放哪里呢？好，那
说啊，南部现在不用降速，那北部要，中部也要降速，那真的是到底搞什么东西啊？有人这样的讨论，那网友就说啊，这小局处好像拿来垫泡面刚好，很有韧性。那有人说啊，巧立名目，是不是党拿来赚钱的？那也有人说他早就回收了，因为盖泡面都嫌太轻了。好，那台海如果开战，到底美国能不能护台呢？现在美国在台协会推出了一个韧性台湾系列的贴文，将不同主题探讨韧性的议题，大家一起重视台湾的社会韧性跟防灾准备，展现台美伙伴的关系密切，那也要提升台湾的韧性坚定支持。真的每天都有韧性，你看一轮从头讲到尾，全部都是韧性呢。网友就讲到，民进党要帮全民，要全民帮美国送死吗？说啊，现在听到叉叉韧性都觉得很低能。美国讲这种话，有网友觉得很恶心啊。那明明只是把台湾人当棋子，所以网友对于很多韧性啊什么是蛮反感的。好，那美国也有最新的民调出炉，其实呢，这份民调里头啊，只有35%的民众是支持中东战事的，那有55%的美国民众对于台海爆发战争是感到担忧。那现在华府挺台升温北京的压力也加剧。华尔街日报就说啊，台美的军事合作比外界想象的更深入，包含了军事训练、实战经验的交流，还有海巡安全合作等等的，都是想向北京释放讯号，那也试图强化外界对台美关系稳定的信心。不过我们看到翁履松老师啊，他就讲说，台湾必须要清楚理解川普时代的国际关系更强调成本跟交换，所以未来台湾可能会面临包含增加国防投入、扩大军事采购、提高能源采购的比例要双边在经贸上面合作之后，才可以做出更多的调整。那当然美国嘛，现在的总统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什么事情都要精打细算啊。但我们看到这个汉光演习这是以前都是5天4夜，这一次到10天9夜那当然就是扩大来办理。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这个我很少看过，这个主帅戴钢盔穿装备，然后国防部长不穿的，真的没见过大部分都是一起全副武装嘛，对不对？至少国防部长要穿啊。对，为人理军，这一定要穿。还是他觉得参谋总长才要穿？对。那这样就他跟总统都不穿啊？不穿。他要表演的话，就学泽连斯基，穿上战斗服，你要表演的话，就表演像样嘛。是。第一个是看场合啦，第二个是凸显危险程度啦。这个他不穿，我是觉得蛮奇怪的。这个韧性没错啊，内政部600万就发包出去了，10万本。对啊，我不知道印10万本要干什么。这个不是应该每户都有1本吗？他说是要给什么社区的啦，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但是10万本好像也，公寓大厦有人会看，我投给你。总干事会看的。我本来以为他印大本的是要给老人家看的。不知道啊，因为上次印过嘛，那很多人都拿来垫便当。我是下载电子档真的要讲韧性啊。那今天早上行政院停电，你怎么解释？对，40分钟，7点半到8点10分嘛。你是最高行政机构结果你叫大家都要搞城镇韧性，你可以突然停电。而且大家去查原因，还不是因为台电是因为行政院的高压断路器老旧没有修，是，你自己就没过关啊！那论韧性沈伯洋你刚刚讲最爱韧性我看是韧性，责任的韧很任性就对了。他的竞选主题曲可以用大陆今年春节的顺起来。真的吓坏大陆人大陆人也被吓坏了。就用今年大陆的春节歌曲，顺起来，是，他就直接用台北顺起来。原来沈伯洋亲中如此用心良苦，所以大家都吓一跳是不是潜伏的？这太奇怪了嘛！你整个团队都不知道，今年
不是说10年前呢，今年，而且是大陆的一个演唱家唱的，很流行啊，因为很嗨的歌啊。对，亮哥，你知道网络上网友说，他就觉得顺起来这个好像不是台湾用语，所以他才去查，就发现，我以为是中医用语啦，因为我刮痧中医都会跟我说，那这也孙呐，所以你去看嘛，行政院停电，然后民进党的台北市候选人用大陆春节的歌曲当主题曲，这个叫任性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讲到很多细节啦，这个细节还有很多地方啦，比如说那个怕断网被人家骂，现在说了，请你改用固网，不要用手机，什么新的说法都有，对，因为他怕对电商利益冲击太大。我们中北台湾断网1个小时啊。那个电商的损失大概是30亿，哇，这么多啊！随时都在交易啊，现在都停了。对，所以稍早2点半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有收到下礼拜中部跟北部的这个韧性演习的警报哦。我们问帅将军怎么看？这个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就觉得很奇怪的，他好像只要做到一个有战争的气氛，但是没有做到一点点备战的实际工作。那现在汉光演习号称是有创新，我看来看去，那个科目就是我们96年面对96年时候的解放军的打法，那已经多少年了？30年。30年前的老共，我们用这种方法还打一打。那如果现在人家30年后，他的建军备战武器系统完全不一样。那我最担心的就是前2天大家说一个坦克车的逃生门掉了。不要怪那个坦克车，也不要怪那个兵。这个坦克车是60年代的装备，我们所有的装甲车都是越战时候的坦克车，比我还大。真大，比你不要大多少。问题是它实在老了，你开个20年的车，你敢不敢开？它60几年了，它掉个门很自然的。好，你拿这些装备，我现在就要问了，真正的抗中保台的战略是什么？到底是决战于境外，歼敌于海上，和决战于滩头？没听到一个人谈韧性。什么叫韧性？韧性的定义，请你拿出来。韧性是什么？你的电会不会不停？你的天然气能不能不停？你的通信网络能不能不停？你的后勤的输送，我们家庭每天要吃饭要买菜，你那个全联系统能撑几天？这都是韧性。好，再谈到一点比较实际的韧性，你地下的这个烟体有多少？你只靠这个捷运那几条吗？那你是要盖屋顶呢，还是盖防空洞？都没有做啊。很多城市没有捷运啊。对，就问题就是这里嘛。你这个韧性是怎么解释？只是说大家抱团等着啊，坚持百战，非要等待救援啊。这第二个，美军现在连一个伊朗的4、6国家都打不下来，他们手能伸到台海吗？我跟你讲，现在的战争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第一波远火火箭弹，把我们西部、东部所有跑道炸了，我们辛辛苦苦花上千亿的钱建的空军就归零了，没跑道都起不来嘛，那飞机就在洞库里面嘛，天上的巡逻机下不来嘛，下了高速公路也只有挨打嘛。好，空军没有了，海军呢？你把052、054、055，它身上的反舰飞弹10几种城市上千发的反舰飞弹，我们海军还能存活？不管你在港口，你在外海，你都没办法存活，这是大问题。60年前的陆军装备，要担负起抗中保台的主要任务，你怎么打？60岁的坦克车是。连俄乌战场上教你的，人家俄国坦克车也好，乌克兰坦克车上面还装个网子啊，免得无人机直接炸到头顶上啊。我们连这个都不做，那你要做什么呢？你还是以前那个老一套，淡水河防。当年30多年前我就反对那种做法，
到现在还在演。宪兵营能够跑到巴黎大桥吗？要多少时间？是。直升机从龙潭起飞到台北来参加河防要多少时间？关渡式的大炮兵能够对海上打吗？打不到海上，打到对岸。所以这一大堆问题啊，没有一项是真正是发本小册子，它又不是义和团那个免死的符咒，刀枪不入，水火不侵。所以拿出来就不要打我，是不是？就有威信了。好，因为将军明白人，他看得很清楚跟透彻。谢大使怎么看？我想演习就跟出题目一样啦，你那个题目出错了以后那个考试没有意义嘛，对不对？那现在这个演习就是说它假设的状况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呢，这个演习基本上就是白演了，要不然就是什么，就是在那边作秀。因为大陆不会用这种打法，根本就不是这种。这不是战争，两岸战争不是这种打法，你在那边演这个戏是你自己想定的状况，都大家就不会发生，还是给外国人看的你就讲对了。那问题这个剧本也是外国人写的，是对不对？所以那我们是什么军队呢？我们的军队干嘛？是保卫台湾人民，还是保卫美国人民？这个问题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要问一问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国防，我们的所谓防卫是防卫谁？是谁出代价？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就从这种演习看起来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真正是在为自己为自己的前途在筹谋吗？是在用心的为了自己的台湾这个地方安全，还是你根本就在需要一场战争来确定你的存在的价值？或者你要把这个战争的这个什么讲威胁把它扩大，让你觉得你在台湾你才有政治影响力。这个我觉得任何东西存在都有它的需要，有人需要战争，有人需要用战争来吓台湾人，所以就会一天搞这种演习，就会搞605万去印一大堆没有用的书，也没有人去看。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真的是我们要在台湾这个土地要安身立命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当局到底在玩一些什么游戏，我们要看清楚。然后呢，这个演习本身呢，本来就是会荒谬百出嘛，它是一群外行人在搞演习，所以笑话百出是很自然的。因为外行跟内行是所有细节他都清清楚楚，他绝对不会犯一些很低级、无知、可笑的错误。可是你外行就什么都不懂，这什么一出手就是好笑话一个。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还有呢，这一场演习是军事演习，结果是一群搞政治的人，对不对？来搞军事演习，所以他搞成政治宣传，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那他认为他的宣传想要达成什么效果？我们编了几上兆的国防预算，你看我们都有在做事我们多认真我们连这个小局数都可以印对不对？这不是宣传吗？然后你看台湾多危险你们现在不要以为自己住的多安全对不对？搞一天，第二天共军就出现在你家门口，那就是搞这一套政治宣传嘛。所以这样子看法我想现在这个汉光演习它的来龙去脉，它的目的，它的什么它的这一切招数就昭然若揭。